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选角封神，李治廷遭抵制，十日中烟撕开 IP 改编配角摆烂潜规则。2026年3月，一部尚未开机的影视剧《十日中烟》已然在互联网上掀起惊涛骇浪。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边是男主角肖战在米兰时装周的冷峻黑发造型被书粉盛赞为其下本下，相关剪辑播放量瞬间突破500万次。另一边却是网传李治廷出演男2号乔家劲的消息，引发原著粉的集体抵制，甚至有人制作了详细 PPT 列举反对理由。同一部剧，截然相反的评价走向，犹如冰与火在热搜榜上交锋。这背后到底揭示了 IP 影视化进程中怎样的深层痛点与行业困境？一场围绕适配度的粉丝舆论攻防战。天选旗下，肖战造型为何能征服书粉？当肖战的定妆流程于2026年3月5日前后完成，他在米兰时装周的顺毛黑发、墨镜造型迅速引爆社交网络。对于这部改编自番茄小说王9.9分神作的中式无限流生存博弈剧，书粉们给出了神还原角色内核的高度评价。外形上，肖战清冷的古香与挺拔身形被认为精准契合了旗下高质孤神的疏离感与破碎气质。那个需要在中烟之的每10日经历记忆清零的死亡游戏中，凭借生生不息回响能力布局全局的心理学硕士。更为关键的是演员与角色之间建立的寓意连接。肖战在《藏海传》等作品中所展现的复杂人性演绎能力，让观众相信他能够驾驭旗下这个从救世主蜕变为殉道者的跨越70年轮回的角色。那份兼具理性冷酷与人性温度的复杂特质，那句经典台词“我的话你只能信一半”背后的谋略深度，似乎都在肖战此前的表演履历中找到了呼应的可能性。米兰造型的提前释放，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营销预热，更是精准地点燃了核心粉丝对角色还原度的期待，为神还原的基调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当视角转向男2号乔家劲时，画风急转直下。网传李治廷出演的消息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原著粉的激烈反弹。反对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适配度这个核心问题上。原著中的乔家劲是27岁的香港打手，回响能力为破万法，角色特质是武力担当。重义气、验阴谋、花臂痞气与赤子之心形成鲜明反差。但网传的演员李治廷今年已经40岁，形象气质偏儒雅斯文，身高175厘米，这与原著中描述的痞帅魁梧青年形象产生了严重割裂。书粉的情绪从单一角色的不满迅速升级为对制作方的整体性质疑。有人尖锐地评论，这样的选角组合看起来不像兄弟搭档，反而像父亲在守护儿子。更有网友翻出李治廷过往的影视作品，贴上 IP 粉碎机的标签，担忧重蹈类似华胥引因选角失误埋剧的覆辙。舆情监测显示，相关话题下95%的投票反对此选角，直言选角不贴脸等于毁角色。行业透视 IP 改编选角的潜规则与反噬定律。十日中烟的争议并非孤立，它实际上是 IP 影视化行业固有规则的一次集中爆发和受众反馈的鲜活样本。在当下的影视工业体系中，主角流量论已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商业法则。选择肖战这样的顶流演员担纲男主，背后是制作方对基础关注度与招商安全的双重考量。在项目承载3亿投资与30多个品牌合作的巨大压力下，大牌主角往往被视为收视率与流量的保险栓。这种选择虽然时常被诟病为牺牲艺术追求，但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却是一种被验证过的风险规避策略。与主角的光环相比，
配角的选择则往往陷入将就论的窠臼。为了控制制作成本，预算通常会向主角片酬与特效制作倾斜，同时配角席位也容易成为平衡各方资本利益、进行资源置换的工具。这种操作的隐患在于，它极易破坏故事生态的完整性。当配角无法与主角形成有效的角色共生关系时，整部作品的质感便会大打折扣。反噬为何会产生？当核心受众书粉感受到制作方的敷衍与不懂原著时，他们的逆反心理会被彻底激发。十日中烟原著中的无 CP 群像设定，强调的正是生存反抗破局链条中每个角色的不可或缺。乔家劲作为团队的拳头，其硬核、草根的特质如果无法被准确呈现，那么旗下作为大脑的布局也将失去支撑。这就是典型的木桶效应，配角成为了影响整体口碑的最短那块板。如果要在 IP 改编史上寻找全员适配的典范，《庆余年》无疑是绕不开的经典案例。这部剧的成功不仅在于张若昀饰演的范闲实现了形神兼备，更在于陈道明、吴刚、田雨等老戏骨组成的配角天团上演了神仙打架。选角团队耗时120天，3次邀请陈道明出演庆帝的故事，至今仍是 IP 改编选角贴合原著的最佳宣传范本。庆余年的制作逻辑体现了一种对 IP 加演员加创作尊重铁三角的坚持。它不仅满足了男频网文原著粉丝的需求，更以剧集本身的质量吸引了广泛的女性观众。这其中，腾讯影业、新力传媒和阅文影视组成的三驾马车确立了一个新的改编思路，在影视化与选角上更尊重原著内容，让每个角色都在剧中重生，而非成为商业算计下的拼图。另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是《赘婿》，郭麒麟出演名义一度引发争议，但最终却成为了意外契合的典范。这部剧在搞笑方面一骑绝尘，但背后是对原著内核的精准把握，借助赘婿这一人设，处处传递男女平等的现代价值观。配角如苏檀儿、耿护院等人的生动出圈，与主角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角色群像合力。这两部剧的共性在于，选角都紧扣角色内核，而非单纯追求流量。配角同样经过了精心打磨，他们证明了，当每个角色都能在剧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独特价值时，整部作品的生命力与口碑便会得到质的提升。面对十日中烟的选角争议，书粉的情绪爆发背后，是 IP 影视化屡次踩雷的历史阴影。从斗破苍穹到白发，太多失败的改编案例让这一群体形成了某种创伤后应激。他们真正要的从来不是对选角的绝对掌控权，而是一种被尊重感，对原著精髓和人物灵魂的尊重。具体到十日中烟，书粉的诉求可以概括为3点：选角贴脸大于流量加持，演员需符合角色年龄、气质及能力设定，维护原著无女主的核心架构，避免为了商业招商而强行加入感情线，尊重文本与敬畏受众。将创作重心放在中式无限流生存不易的硬核呈现上。面对书粉的激烈反应，十日中烟制作方的应对策略显得颇为耐人寻味。虽然争议话题网友反对李治廷出演十日中烟3日阅读量已破亿，但制作团队却采取了迂回策略，导演许宏语音初剪效果未达预期，暂停青岛置景计划，重新打磨剧本。此前招募配角时设定了严苛条件，强调适配大于流量原则。面对女配角加戏传闻，官方火速声明无感情线，彰显对原著群像架构的维护。这种冷处理背后折射的是影视工业的复杂生态。项目承载的巨大投资与多方品牌合作，使得选角问题牵涉到复杂的资本博弈。同时，
原著中头颅爆浆式轻暗线等设定还面临审查压力，制作精力需要集中于更敏感的内容合规问题。业内爆料称，目前张凌赫等新生代演员仍在竞争席位，选角博弈尚未尘埃落定。然而，沉默也可以是创作态度的表达。许宏宇团队以延期打磨、严控选角的实际行动，传递出对 IP 内核的某种敬畏。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专业的角色适配评估机制，并在选角阶段适当开放良性互动，如参考性投票、造型公示征集意见，或许能在商业、艺术与粉丝期待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十日中烟的定妆争议是 IP 影视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警醒，它清晰地展示了选角的神与雷如何成为对待作品态度的一体两面。当制作方在男主角造型上倾注心血时，书粉能够敏锐地感知并给予热烈回应；而当配角选择显得草率随意时，同样的群体也会以最激烈的方式进行抵制。成功的改编终究是让每个角色都在剧中重生，而非成为商业算计下的拼图。庆余年花费120天3请陈道明的故事之所以被传为佳话，正是因为它体现了对艺术的敬畏与对观众的尊重。在 IP 开发日益陷入数据迷信陷阱的当下，迷信网文自带流量却忽视其同质化严重，迷信爆款公式却牺牲原创打磨时间，这些短视行为最终都会反噬作品本身。市场终将是最终的裁判，短期热度或许可以依靠流量明星与营销炒作，但长尾口碑与 IP 的持久生命力只能依靠全员适配的诚意与品质。当观众打开一部剧集时，他们最关心的永远是故事是否精彩，人物是否鲜活，情感是否真挚。唯有敬畏故事，尊重角色，才能赢得书粉与观众的真心，让 IP 真正历久弥新。在你心中，还有哪些 IP 改编的选角达到了全员天花板的境界？是《琅琊榜》中梅长苏与靖王府的君臣群像，还是《甄嬛传》里后宫嫔妃们的性格图谱？欢迎分享你心目中的白月光选角阵容。